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帮我做农活、做家务，还是挺照顾我的。可是第2年开始呢，他的工资就再也没有给过我，有时候跟他要都推三阻四的，我觉得他太小气了。我女儿还小，我想让她像以前一样在我这边跟我生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2个人在一起挺好的，他也很照顾我。但是现在他心里只有钱，根本没有我。我感觉他一直在利用我。我俩坚持到现在呢，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。我不知道我们这段感情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。我为他付出那么多，他一直不满足。我就想问他一句，他到底在乎我还是钱？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。张先生50岁，来自山东务农；顾女士48岁，来自山东个体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2位都是有过曾经生活经历的人，而且都是另外一半先走了。您是有一个儿子是吧？对。结婚了吗？没有，他是大学在外边打工。您在小片里说孩子还小啊？几个孩子？我2个女儿，大的17，小的才10岁。您爱人走了多久了？走也得不到10年吧。不过我第一次婚姻就不是很好，就是说从俺孩子很小，就我一个人在支持这个家庭。他那时候就是说有他的时候，他也没管过这个家，所以说咱生活也挺苦的，是吧？所以说到第2次婚姻，咱就想找一个一心就是说照顾咱那种。好，听明白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15年8月份吧。咋认识的呀？是经过朋友介绍的。我那意思，俺条件也不好，俺找一个没车没房也行，只要干活干挣钱，这个条件对男人来说也挺宽松，是吧？不要车不要房，干活挣钱就行。他一听这个条件挺合适，找的是一个什么呀？他就答应了呢，就这么着就在一起交往了。外表看这个人不是说很好吧，倒是也什么也会干，别管水呀电呀，家里的外头的都给俺挡起来了，就这么就在一起呢。等于这个你们现在谈恋爱谈的都比较务实了，是吧？没那么多虚头巴脑。咱这个年龄已经到就是说，得吃饱饭才能说旁的那种地步，是吧？咱不能说挺烂漫倒是实在啊。您等于去那儿就给人干活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就住人家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对。生活了多久呢？3年多吧。就一直在这个家。对，从15年开始吧。他家就是光把主屋支起来了，没有装修。我花了2万多给他装修。我给他装修这期间，他就是有相亲的历史。相亲的历史啊？对。你还出去相亲呢？那倒是有这码事，咱得把话说清楚，是吧？我刚是找他前吧，找他前这不看他人也行，我说咱俩登记结婚吧，他不登记，他也不结婚，他说来给俺干活，给俺做装修。我本身你说咱是找他也是打普正儿八经过日，我没说3心2意。他呢他不结呢，我也是个气儿。有老多再给咱介绍的吧，我出去的确是又见了几个呢，也没大拉，觉么着毕竟在一起长了嘛，还觉么他也挺好。那些就是都是见归见，不过咱也没拉呀，就散了呢。可是过日子还是跟你在过日子，对吧？不是，那您这也不对啊！您这一边跟谈恋爱，又跟其他的男生相亲，这对吗？他主要是不结婚嘛，这不有这个条？我说结婚登记他不结婚。对呀，那您为啥不结婚呢？不是他，我在这给装修嘛，他就去相亲嘛。我觉着不现实，先处处再说。您对他不放心了？我16年处了有1年多吧。16年我说咱领证，咱结婚。16年您提出要结婚了？对，他又不同意了。这是为啥呢？16年他说行啊，咱俩领证结婚吧。你光口头领证嘛，你不说你给俺买个戒指买个项链是吧？毕竟说女人嘛，你哄哄，你什么也不拿，就光说结婚嘛。这个很重要是吧？他不是很重要，主要心里不舒服。毕竟咱这个年龄从这方面。你跟他说呀，你明白人那心思吗？就是结婚嘛，我要嫁给你了，你稍微表示一下。结婚呀，一开始吧，介绍人吧就说拿5万块钱，这1年多了，我得给他付出很多。再装修再拿上2万多，也就是想不到5万了。结婚嘛，他就叫再给我买首饰，那时我就不同意了。为啥？为啥？他是属于相亲啊。就这过程当中，他就一直没断了跟别人聊。对，一直没断。
这您不对了。没见过这1年之中，俺老多跟俺说，比他条件好的有多是，俺都说我找了，我不再找了。啊，这不他说结婚，光说结婚又不想花钱，你看钱上就做退小气了。你光说谁心里能舒服是吧？心里是不是这么琢磨的？装修2万多，给你们家干了1年活，怎么也怼个3万了，是吧？对啊。加在一起不就没人说的5万吗？对。我怎么再能花钱娶你？你就这么想的？对。真这么想的？也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你这男人退小气了吧？咱就说。所以说，15年是您想结婚，他不同意；16年是他想结婚，您没同意。对呀。是这意思吧？这到了17年怎么样啊？17年这不俺那农村过秋嘛，他家都干活去了，干活去吧。他说没有加油钱开车，我说我本来俺租的是人家房子吧，到拿房钱的时候吧，我说我把这5000块钱给你拿回去吧，拿回去你加油，你挣了你再给我拿回来。开车要去秋收是吧？对，加油啊！农用车是吧？对呀，这个5000块钱呢，我快到拿房钱的时候吧，我给他打了10遍电话，我说你把5000块钱给我捎回来是吧？我也等得冤，他也知道这种事啊。我给他打这10遍电话，他也不说给我拿回钱来，也不吱声。你说你有个话也行，他就不搭理我这个事儿，你说谁心里能舒服？哎，他不吱声，呢，俺庄人家就问我，他说你对象干嘛去？我说俺俩散了，家走了，不来了。哎，接着又给我找了一个，我就借这个气劲啊，我倒是又去相亲去了。咱实话实说吧，咱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是吧？我觉得你特别像一稀缺资源哈，说话男朋友就能换是吧？他本身女人也是好找啊，咱又不是说这个事儿是吧？哎，为这个呢，他倒是也回来了，干完活回来呢，他知道俺就是又相亲去了，他接着就不愿意了。他说：“你看你想怎么治吧？”问我，我说我不想怎么治，我说我给你的钱你给我拿回来是吧？那个他没动静，哎，这个呢？他说行啊，第2天就给把5000块钱给我送回来。你说我心里能舒服吗？这个事儿，还怨我相亲吗？我要不做这个，你这钱你就听不见。这个事儿是17年买了这个车，花了13万5啊。他好心也给我投了2万块钱。哦，这个13万5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他要的时候是我正在忙球，俺那是忙完球才收钱。那你跟人说一声啊。那时候吧，都是2口子嘛，也没有说接着说。您都觉得是2口子了是吧？对。哦。你怎么2口子？你平时挣的工资怎么不给我呀？头1年也给你装修，也挣工资，那钱都给你了吧？是不是买车买的我有点压力？这2年我没给他钱，有车贷嘛，7、8万车贷。哎，他一个纠结这个事儿。所以现在为什么来呢？不是17年的事儿吗？17年，这不又过到18年了吗？啊，18年还有事儿呢啊！对呀，又过到这不去年年底嘛？啊，去年年底。过到年底呢，这不他发了工资呢，1分钱不敢留，接着就拿家走了。俺俩出去买衣裳去，买衣裳总共花了300多，我花了100块钱，他花了200多，他就真格让我把这100块钱格拿上了。你说2个人过日子，你敢拿上这100块钱还不行吗？又不是很多是吧？还有俺孩子买药那天，头1天呢，我给他140出去买药去。他花了40，还剩100。他买个车唱片吧，100块钱他定的，让我拿去，我又出了100。到俺孩子有病了，我说你给俺买感冒药去吧。他说嘛，你再给我钱啊！我那气儿腾一下就上来。我说我这3天之内给你200多，也是你花的，也是你有事了。你怎么买药这点钱你还朝我要？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！你说日子都过到这份上了，你说你也忒小气了吧？他说的别管了，我过年年底我就走，我不来了。我说行啊，你走吧。哎，说好了，这不年26走的嘛，到初3呢，我说了，我说你看，咱俩这日子，你人还是不能，就是钱上忒小气，你不能大方点吗？是吧？咱俩可以再过啊，这不说到这儿了吗？哦，就大年初3，你又把人给请回来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我没请，我到他家去说这个事儿。那不就是请吗？哎，我问问啊，咱把这钱的事儿扔掉啊，你喜欢这老头吗？人倒是行了，就是太小气了。除了花钱抠之外，对你好不？这倒是都行。体贴不？哪都行，就是钱上小气。行。我这压力太大，孩子没完事儿，我就给他成家立业。哦。2个车贷。2个车贷啊？啊，我就18年我又买了一个轿车。你给我们透个实底啊？你现在还有存款吗？有点儿。有点能用在你现在自己的生活里。那是孩子的存款，不是我的存款。我就问你，您自己算有存款还是没存款？我没有，1分钱没有。没有。欠债吗？欠多少钱的债？5万多块钱。哦，不是说你买车的时候人家还投资了2万吗？那个钱算外债里的吗？不算外债。
那是给他的钱。所以那个车还是有您的股份的，对吧？没有啊，不要了，都是他的。哦，都给他了。俺家没有男人，俺们2个闺女，咱又不会开。您这账算的，您那2万块钱装修费早就抹平了。2万块钱的装修费，你2万块钱的车款，16年我没抹平。不是，你在人家吃住。16年我在那是。所以说你这个人真是哎呀，斤斤计较。2万块钱怼2万块钱，抹不抹得平？抹平了。抹平了，在人家吃，在人家住。给人交过房租吗？给人交过饭费吗？没有。你相那些亲的人，我相信有经济条件比他好的。都。为啥都没看上啊？主要是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吧，像你说没有感情还有亲情呢，是吧？天天在一起。主要我头一个老公什么也不给我干，就是说成天光出去玩去，什么活也不会。所以这个男人你觉得是比较踏实的一个男人？对他都会，他什么活也会干，活也会干吧，出事也行，说话也行，家里家外他都给你担起来了。啊，对啊，所以他会算呢，他这算盘珠子拨得灵啊。你的想法是，如果跟他过的条件是什么呀？我那意思，你挣钱给我也不要紧，是我经济比他好，你把钱给我了，也许我还多拿出钱再帮你还贷。您现在比他挣钱挣得多呀？也许吧，挣钱也不是很多，不过吧。您是做买卖的是吧？俺做买卖不是挣很多钱，不过我2个女儿又没有负担，也许没有他要是把钱给我了，我还能赔着钱。是什么呢？我打工，1年大概收入多少？5、6万块钱。也就挣个5、6万块钱。对，这5、6万块钱你要给儿子攒多少？我还没想，他搁这工资就是。你说句实话行不行？你不是有存款吗？我没有存款，我儿子有存款。是你给的不？不是我给的。那你那5、6万都花哪儿去了？光车这些车呢？这3年买车就将近20万嘛，这不？3、6、18万吗？你买一辆车不是13万吗？13万。13万还有7万吗？还有货车。对啊，2辆车，2辆车20万，3、6、18万，你真是不会算账，你还做买卖呢，你都没听清楚谁在帮你算账。就一开始的时候吧，我觉得是好像一个女人就真的奔钱去了，欺负一个老头。一开始听的时候就是这么一感觉，然后还好像特别务实，今天像一个，明天像一个。后来你仔细把这个脉络全听完以后，发现有人扮猪吃老虎啊，那小算盘打的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？跟他过着，帮他们家干活，经济上各自独立。对。什么时候儿子结婚了？再说他们家的事儿，是不是这么想的？对。就是你能出的，就是给这个家出力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钱你也别沾我的，一个希望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，好好的跟他一起，抚养2个女儿成人，然后他们好好的过日子。这听起来呢是想找一个老伴儿好好的过日子，但是心里呢一直想着自己的小算盘，这个算盘是什么？是自己的儿子。你会发现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，好像2个人都把自己给忘记了。不是我喜欢一个人，我爱一个人，而是说我的情感的背后是我要抚养我的孩子。听着好像很现实啊，但是你仔细一想，又为他们有一些心酸。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顾女士，我问一下，在你们相处的这几年当中，你一共相过几次亲？相过3、4次吧。
大账小账算得非常清楚，但有2笔账你们是故意算糊涂的。赵传老师刚才问你，你有没有存款？你说有的。等到赵传老师第2次问你的问题的时候，你意识到对方在，你马上改口说，儿子的钱是他的。你也同样，赵传老师问你，你是不是比他赚得多？你马上说是的。等到真要问你数字的时候，你马上又打马虎眼了，因为对方站在那里。我们说，婚姻它不是2个人的事情，它是2家人的事情。而再买点药，你竟然说没有钱，这是你没有把他的孩子当成你自己的孩子。当然，他有很多的错，已经有了男朋友，你竟然多次偷偷的去相亲。这没有一个男人忍受得了的，这不是情感问题，这是尊重问题。你们2个人最大的问题是彼此之间根本不信任，各自有各自一把小算盘。我们说，婚姻它是要用诚意和信任来为情感买单的，但你们现在在想的是要用真的钱为婚姻去买单，这样的婚姻怎么有可能呢？所以你们2个人的再婚，我真的不看好。好，谢谢柏宏兄。女士，我们如果用钱来衡量爱的表达，其实多可悲啊！一个男人的心离你多近多远，你难道感受不到吗？当他把他的工资卡、把他的收入都一一告诉你，和你透明公开了，他就一定是爱你了吗？还是你真的只想要他的钱？我要他的钱，我又给他花出去了。我明白，所以我要你衡量的是，他如果真的财务透明公开，可以让你去管理，就是真的爱你了吗？我的感受不尽然。这个男人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先生，你也让我觉得很愤怒。不管你身在何处，一个男人的尊严，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和担当都必须有，在你身上我看不到。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是对孩子要让他自己成长，对爱人要给予他全部真诚的爱，我哪点都没看到。他看似相亲固然不对，这是一种爱情当中特别不应该有的不尊重，但我倒觉得他更希望和你真诚过日子，而你斤斤计较，时刻防着他，生怕自己一丁点的利益分享给他。你其实给孩子留钱，或者希望等到看他成家，真的是为孩子吗？有句话说得很好啊，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你给他钱多了，损其志，损了他的志气；子孙若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只能让他增其过。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如果对这段感情，你只是搭帮过日子，我现在住在他家，有个女人陪伴我，我该赚自己的钱，我该养自己的孩子，等着儿子将来给我养老。你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的话，我觉得你不如趁早离开。真诚过日子的话，请把你所有的担当和责任拿出来，好吗？谢谢。顾女士在村里应该算长得漂亮吧？我看你很自信嘛。你说我很好，不是自信，我从一开始我就在自己挣钱养家，所以说我没有他管我行不管我行，我自己我能独立，不用说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咱们可以勇于追求爱情，大姐，大哥也是。其实2个丧偶的人应该在一起抱团取暖的，彼此是同病相怜的。但为什么你说你们2个人本来按道理来说抱团取暖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。事实上，我不相信大姐是那见异思迁的人，我也不相信大哥说除了为自己儿子要留点钱结婚之外，我也不相信你是一个贪图享受的。但是你们这事儿做得让人看不下去，咱就不能把钱稍微看轻一点，让儿女们能够独立一些，你们俩好好的过日子相爱。大哥，如果我是你，你现在就应该搬出来，你又没娶人家，你就住人家家里去，你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让别人看得起，让孩子看得起。
而对于大姐来说也是一样，你条件再好，有多少人想要娶你？但是咱要谈就认认真真的谈，行吗？如果能够抛掉钱，还有感情，咱就认认真真在一块儿。毕竟，有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之后，彼此都还想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，那咱就认认真真的，真情实意的，好吧？就这样。说的都是钱啊，可是你们恰恰忽视了一个问题，你们老这么算账，你们能在一起吗？你跟谁都这么算，就跟谁都过不下去。如果你们仅仅从经济上博弈、搭帮过日子上博弈的话，我看这买卖你们就别做了，因为您不是一个精明的买卖人。大姐赔了不少钱了，还没听出来吗？搭了自己的情感，钱也没少给。买车还给钱，什么都搭了，所以他哪放得下呢？但是，请您记住了，不管到哪个年龄，谈恋爱就是谈恋爱，不是做买卖。两位都是，你们要想好就好好的，不想好就得了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在这一起待着也算3年多吧，主要人还是蛮好的，是吧？你看，别管干活了、做事了。咱都挺满意的，就是说太小气点。我想你要是能改改吧，把这小气劲改了，也许还能在一起生活，是吧？毕竟也是3年多了，你看都磨合的差不多了，脾气性格的都磨住了。这3、4年吧，感情也挺好的，他对我挺关心照顾的。为了孩子吧，没有订婚。你要再等我2、3年，2、3年你要等，你等不等？俺没干呢。看出来了吧？谁占主动看出来了吧？我，来，您那怎么个意思啊？那衣服是？衣服80块钱给他母买衣服嘛，他也原先是愿穿这个颜色的衣服，今天我给他买了一身，带上字好，分好，就做个纪念吧。哦，您那是啥呀？那是原先在一起刚认识前买个戒指吗？谁给买的？他买的，别管花钱多少是吧？有这个心呀，那意思想着咱那时候是买个便宜的，愿意让他放个真的。人家说话你都没听明白，你还较着劲呢啊！行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来吧，大姐。给您一建议吧。以后再找的时候，咱观察观察。到了这岁数了，不把人观察好，别轻易在一起过日子，好吗？谢谢您，请回吧。谢谢啊。